如果给你一个做皇帝的机会，你会怎样使用权力？是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以英雄之姿背仁义之德救天可汗之位，还是做一个如同汉文帝宋仁宗的守成之君？在500多年前的明朝，明英宗朱祁镇也有着同样的问题。正统14年，秉承着一代明君的理想，他带领着号称50万的王者之师御驾亲征，大明帝国就此迎来了转向。明宣德10年，38岁的宣宗朱瞻基病重去世，太子朱祁镇登基继位，成为明朝的第6位皇帝，是为明英宗，年号正统。当时朱祁镇只有9岁，为了避免出现主少国疑的问题，权力掌握在他的祖母太皇太后张氏以及5位辅政大臣的手中。在这些人的共同辅佐下，正统前期基本维系了仁宣时期的政策。可随着他们的不断老去，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时局。王振，河北豫州人，秀才出身，曾在老家教书，在永乐末年响应有职者可净身入内的号召，挥刀自宫，就此做了一名太监，负责教授工人一些基础知识。又因为王振曾经在官场上的经历，使得他迅速站稳了脚跟，宫女太监都称其为王先生。王振的名号也就逐渐传到了当年的皇帝朱瞻基的耳朵里。他认为这个王振的确难得，就任命其为东宫居郎，服侍太子朱祁镇。可恰恰是朱瞻基权力一次小小的任性，为大明朝埋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祸根。到了正统7年，太皇太后和杨荣先后离世，杨士奇则因为儿子被判了死罪而居家不出，三杨之中只剩下杨伯一个。新的阁臣马玉曹鼐名望较轻，王振逐渐显露出了他的獠牙。此时朝中几乎已经没有能够与之相抗衡的势力，他便开始在皇城东面修建庞大的府邸。至此，大明朝出现了第一次宦官干政，是为王振专权。王振的专权是建立在明朝出现了大范围的人才断层。太皇太后与三杨年龄相仿，且先后离世，朝中几乎无人能够牵制王振。而这种人才断层实际上是由于明朝的制度设计存在严重漏洞。首先，如果官员做到了尚书或者更高的位置，没有明确的退休制度，非死不退，导致大量高位被老人占据。第二，在永乐中后期，皇帝长期北巡，太子朱高炽监国，他也不敢以储君的身份积累属于自己的政治资源，所以20多年后，人才断层在英宗一朝集中爆发。与此同时，蒙古瓦剌正在迅速崛起。正统4年，蒙古太师托欢去世，其子也先继位，称太师怀王。此时的蒙古大汗是也先父亲拥立的脱脱不花。明史写道：脱脱不花具空名，不负相制。此后，蒙古向明廷朝贡时，脱脱不花和也先各自派遣使臣，明朝中央也只能两边应付，因为此时他们正疲于解决西南的战事。正统10年，也先看准时机，发兵裹挟沙州、罕东以及赤金蒙古等部落，围攻明廷哈密卫。明朝所封的蒙古忠顺王，其妻子及母亲被俘。忠顺王知道后，多次向明廷告难求救，但明朝政府只是勒令诸部修好，却不发一兵一卒前去救援。至此，哈密这个西域要道不再被明朝控制。哈密的战略位置十分靠前，明初便在此地建立卫所，以此为西水屏障。被也先控制后，使得明朝与西域的交通受到了阻碍，甘肃一带的防务变得异常困难。正统11年，蒙古攻打乌梁哈3卫，同时派遣使者求见大同镇守太监郭敬。也先在试探，他需要知道明朝对于蒙古现在是一种怎样的态度。而明朝政府的回应是勿见勿与粮。显然现在明朝还没有做好和也先撕破脸的准备，因为此时他们在云南的战争也进入到了关键的时刻。可明朝政府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样处理是一种正确的选择，一些官员已经察觉到了危机，认为也先势力过大，恐成大患。早在正统8年，一个名叫刘球的侍讲学士就曾上书表示，现在给蒙古的粮食每天都在增加，也先居心叵测。同时他建议整顿兵制，及时训练精编官军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而王振看了奏书，立即将刘球逮捕，并私自派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在狱中将其杀害。因为王振觉得刘球是意有所指，此时他的权威还轮不到一个侍讲学士来挑战。在看到明朝政府几乎毫无反应之后，也先决定激化态势，但他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。正统14年2月，也先遣使2000余人进马，诈称3000人，
向明朝政府邀赏。自正统4年之后，蒙古每次朝贡都会派出2000人的豪华使团，而仅大同一镇安顿这些蒙古贡使，每年就需要花费30万两。这一次依然是2000人，却炸成3000，这是非常明显的挑衅行为。王振听说此事之后，果然动怒，要求大同一定要按照实际人数赏赐，并且压低马价。也先达到了目的。他随即借口这次的马匹是准备迎娶明朝公主的聘礼。明朝言而无信，于是同年7月大肆进犯明朝边境，共计4路大军。东路由脱脱布花与乌良哈部攻辽东，西路攻甘州。中路为进攻重点，又分为2支，一支由阿拉之愿统帅，直攻宣府为赤城；另一支由野先亲自率领攻击大同。攻大同一路，兵锋锐甚，大同兵失利，塞外城堡，所至甚没。明廷则各派1万部队迎击蒙古的4路大军，海量的军报传回北京，满朝哗然。虽然明朝政府已经知道迫于明蒙之间的贸易压力，与蒙古一战几乎不可避免，但他们没有预料到野先会来得这么快。这种贸易压力自永乐年间设立了朝贡关系之后便一直存在。明朝皇帝会以宗主自居，蒙古贵族则派遣使臣带着马匹皮货朝贡。此期间，礼部会安排对朝贡使臣的接待，每位使臣都会按照制度有一定的赏赐。明朝还以回赠的名义送给蒙古封建主大量贵重物品，以达到从经济上牵制蒙古各部的目的。起初，蒙古使臣的人数并不多，明朝政府也不在乎多花一点钱笼络人心。可到了正统年间，瓦剌也先崛起，在某种程度上讲，蒙古已经被统一，原本分散的贸易往来变成了蒙古与明朝之间的整体贸易，规模迅速扩大。明朝政府逐渐无法适应朝贡的压力，而且在正统7年，明英宗就已经意识到了这种畸形的朝贡关系会造成隐患，使团的人数已经从不满5人变成了数千人，朝贡次数也从每年1次变成了数次。他也下了诏令，想要解决问题，但是也仅仅是发了一道诏令，并没有付诸实践，使团的人数也没有减少。此时的朝贡已经变成了蒙古野先讹诈明朝政府的手段，而这一次明朝政府被迫采取固定赏赐数额的措施，也是无奈之举。但是他们并没有预料到野先会以此为借口发动战争。